上一集中说到，因为警卫们等人故意挑拨，凯多的手下霍尔德姆成功的和阿修罗童子打了起来，并且放火烧毁了阿修罗童子盗贼团伙所在的头山。另一边，惠比寿村的老康被大蛇将军的人抓捕入狱，老康的身份慢慢浮出水面。此人并非惠比寿村一个普通的老头，其背景之深，就连大蛇将军也要忌讳几分。大蛇命令手下当众处刑老康，杀鸡儆猴，给全国人民造成威慑。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和治国的大街小巷。鲁班7号阿护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一边哭一边笑，疯了一样跑出屋子，奔向法场。原来老康竟然是阿护的爸爸。花之都阳光明媚，樱花漫天，花魁小子的送葬队伍长得望不到尽头，围观的群众挤满了整条街，全国上下一片痛哭声。就算是和治国的将军大蛇死了，估计排场都没这么大。另一边，大蛇决定立即处死老康，让老康给他心爱的小子陪葬。为了让老康的死达到最大的威慑效果，命令手下利用光化影像电话虫将老康的处刑直播给全国各地，包括兔井监狱。兔井中，奎因一想只想看小子，打开光影影像电话虫后，图像里放的却是罗刹镇的监狱，这让奎因大感失望。影像中，老康被人押出了牢房，手脚被捆绑在折刑台上，折是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。大蛇不仅要让老康死，还要让他以最惨最痛苦的方式死，可见大蛇对老康憎恨到什么程度。老康悲壮地看着漫天的樱花雨，脸上依旧挂着笑容。他说：“真美啊！”闭上眼，映入眼中的是曾经的自己以及稚嫩的光月玉田。惠比寿村，那位等人与村民们一起围在投射出来的大屏幕前，看着被挂在折刑台上的老康。奇怪的是，即将被处刑的老康在笑，惠比寿村的所有人都在笑。大家好像在看什么综艺节目一样，哈哈大笑，快乐无比。明明是一件让人伤心又愤怒的事情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笑呢？罗宾很不理解，老康真的是丑三小子，就因为偷钱就要受到如此酷刑。小忍摇摇头，就算他是丑三小子，那也不是主要问题所在。一边的看侍郎附和道：“那个特殊的发型再明显不过了，户野康只不过是假名而已，他的真名是双月。”另一边，警卫们和犬蓝公爵骑着火烈鸟在简陋村内奔走，寻找和霍尔德姆大战过的阿修罗童子。街上连接了光化影像电话城的投影，吸引了二人的注意力。警卫们和犬蓝公爵在看清了老康的样子之后，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不会吧？难道是那位大人？就连和路飞一起关在兔井的老爷子冰五郎看到处刑直播后，都少见地露出了惊讶又畏惧的表情。这个男人的身份可不一般，他是曾经与光月玉田一起侍奉光月家族的白武大名双月康家。双月康家曾经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。根据小人所说，从前的康家是一个不苟言笑、极其严厉的人，他从来没有笑过，与现在疯疯癫癫的老康简直判若两人。所以老康与大家相处这么长时间，大家都没有认出来。当老康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发型一展露，所有看到直播影像的人都认出了老康的真实身份。群众们议论纷纷，很多人大声呼唤守卫和大蛇将军，求他们不要杀死老康。还有人呼喊老康，他们叫他康家大人。老康依然哈哈大笑，笑声比之前更洪亮了。他说道：“我还没有被遗忘啊，真是令人高兴。”和治国的白武是唯一拥有正规港口的乡，来往商旅游客不断，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。作为白武的大名，双月康家深知肩上担子有多重要。他告诉自己的家臣属下，吾等必须成为刚强铁壁一样的军队，守护白武。与一丝不苟的双月康家正相反的是吊儿郎当的光月玉田。在两人对话中，光月玉田称呼康家是和治国最强武士。我们知道光月玉田曾经吊打过阿修罗童子，实力已经不凡，但他居然称康家为最强，可想而知双月康家得有多厉害。只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变成现在这番模样。老康对当时的玉田极为看不上，堂堂将军的儿子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四处混吃混喝，甚至被自己的亲爹将军给赶出了都城，说他是纨绔子弟，都是对他的赞美，简直就是个寄生虫，无药可救。光月玉田毫不在意老康的目光，他潇洒地说道：“反正光月寿喜烧死了以后，将军之位也不是自己继承，下一任的将军应该是康家将军。”老康一愣，接着一拳头打在玉田的脸上，他吼道：“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流言蜚语？光月家的下任继承者必须是玉田才对。”玉田坐起身，摇摇头，他不想要什么皇权富贵，他有他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目标。他告诉老康，比起做将军，我更想出海看看，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允许呢？锁国实在是太拘束了。老康又愤怒又无奈，
这种大不敬的话怎么可以从将军儿子口中说出来？这个家伙简直和流氓混混无异，烂泥扶不上墙。老康抬起头，看到下面哭喊声成一片的群众百姓，突然哈哈大笑，将自己的笑声提升了好几分贝。大家不要哭，不要喊，一切的事情都是无用的，大蛇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我要跟大家道歉2件事，还有1件事我要亲口和大蛇这个蠢货说。等我说完这些，就可以微笑着去往那个世界了。大蛇手下的一个忍者为了封老康的口，一枪打了出来，但是没有打中要害，也没有让老康因此而畏惧。忍者不敢再开枪，因为大蛇将军特意交代他要亲自到场看着老康处刑，谁也不敢违抗大蛇将军的命令。厚嘴唇的忍者丢掉了手里的来福枪，拿出一个卷轴，开始向百姓们宣读老康的罪状。他说，已经堕落的白武大名双月康家，由于曾率领军队反抗大蛇而犯下重罪，判他屈辱的死刑，给花魁小子陪葬。另外，根据本人所述，此人就是扰乱社会治安的大盗丑三小子。那是骗你们的，真抱歉，我不是丑三小子。没等厚嘴唇忍者说完，老康就将他打断。我为了在死前得到更多的关注，故意这么说的，我可不是那种英雄。刑场外面，霍金斯和德雷克正在暗处吃瓜观看处刑。德雷克的属下突然来报，惠比寿村的居民入侵到花之都来了。德雷克和霍金斯同时一愣，看来这个双月康家是一个他们这些外国人无法想象的大人物。大蛇本想借着直播老康的处刑过程来威慑和这国的百姓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反抗他黑炭大蛇的下场是什么。结果适得其反，观看直播的百姓中有白武人，有惠比寿村的人，有从前效忠与双月家族的人。大家看到双月康家即将被处刑，由惊讶到悲伤，最后衍生成了群愤，尤其是惠比寿村的这些穷苦人。本来他们已经无牵无挂，每天活着都已经是一种艰难和折磨了。看到老康即将被处刑，这些不怕死的村民首先不同意，像是角马群一样轰轰隆隆地冲进花之都，手中拿着石头冲垮了花之都的防御。乌索普纳美罗宾也藏在这些村民之中，靠村民做掩护，在暗中打辅助。愤怒的百姓们暴动开始了。老康哈哈大笑，大石将军真是个蠢货。看看这和治国，这简直是绝美佳景。这美丽的和治国是光叶家族一代代与百姓们一起建造出来的，是我们的骄傲，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大蛇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只不过只有你肮脏的欲望污染了这广大的森林草木、山川河流、乡野田间的害虫罢了。老康边说边哈哈大笑，笑声传遍整个和治国。大蛇从直播录像中听到了老康的身影，整个人慌得一批，差点就尿了，赶紧催促手下再多踩几脚油门。老康这个混蛋开始爆我的黑料了。周围的群众们有的劝老康不要再说了，他们还对大蛇抱有一丝希望。他们觉得如果老康能服个软，大蛇或许会饶他一命。老康大笑几声，说道：“我还有1件事要道歉。近来到处流传的反贼寓意画是我的一个恶作剧而已。光叶家族死后20年，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兵力。想到光叶家族的遗憾，我才做了这个，没有任何意义。”此言一出，震惊全国。没想到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反叛传单和反月牙标记，居然是只是老康一个人的恶作剧。20年前，光叶玉田去世，大蛇质问包括老康在内的4位大名，是侍奉黑炭大蛇，还是与黑炭大蛇为敌？玉田曾经有恩于大蛇，大蛇恩将仇报，靠着一时的奸计夺来将军之位。卑鄙的大蛇没有得到大名和百姓们的认可，各乡的大名与百姓毫不犹豫地对大蛇拔刀相向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敌方有凯多这样的怪物，无法手刃大蛇报仇雪恨。随后和治国也被毁于一旦。之后老康幸运地捡回一条命，隐姓埋名藏在惠比寿村。按照老康自己的说法，如果自己在惠比寿村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死去，确实是一种遗憾。于是想到了做暗号传单这种恶作剧。这些话当然是老康编出来的。原本以警卫们等人为首的反叛军做了精密的策划，绘出这张带着暗号的传单派发出去，秘密召集效忠光叶家族的武士。但是不知为何，作战计划被泄露给了大蛇和凯多。大蛇势力对全国上下那些脚踝上有反月牙刺青的开始实施抓捕。眼看着警卫们等人的计划功亏一篑，老康关键时刻站出来，故意被大蛇势力抓捕。进入到罗刹镇监狱后，他将新的会合地点指给了那些被抓起来的武士们，接着又编出一套话术，哄骗全国人民以及大蛇的手下，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恶作剧，以此来放松敌人的警惕。因为大蛇将军本来就很胆小多疑，所以群众和大蛇的手下们很轻易的就相信了老康的话。只有那些真正看懂了反叛传单的武士们才知道其中的寓意。
老康牺牲自己一个人的性命，打破了大战前的僵持局面，为锦卫门一方的反叛军扳回漂亮的一局。这时，大蛇的轿子终于赶到了。大蛇手持来福枪，跳到轿子顶端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你这个混蛋，康家，看我把你打成马蜂窝！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老康看到大蛇后，笑得更开心了。让我说出你心中永远的魔咒吧，大蛇！像你这种气量如此之小的男人，一辈子都奈何不了光月玉田。大蛇愤怒至极，举起来福枪，瞄准了老康。周围的杀手们也同时对老康举起枪。只要大蛇一声令下，老康瞬间就会被打成血葫芦。老康大喊一声：“凯多的项上人头，20多年里都没人能拿下来。这次就是凯多不败传说的终结。捂住孩子们的眼睛，侍奉光月一族最后的大名，会比寿村最潇洒的男人，这就要去往另一个世界了。去死吧！”大蛇一声暴喝，周围枪弹齐发，老康瞬间被无数发子弹打中。去吧，前往鬼之岛，为你们的主君报仇！我在另一个世界等待你们的好消息。老康的眼角划过几滴泪水，弥留之际，此生的画面在脑海中迅速播放了一遍。时任白武大名的康家，曾经是一个严厉又有规矩的人。玉田的家臣们以锦卫门为首，偷盗抢劫成习。某天，偷钱偷到了康家的家里，康家命人将这几个小混混捆了个结实。他问他们为什么偷钱，锦卫门回答，就是因为玉田大人缺钱，仅此而已。老康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让家臣将锦卫门等人松绑，然后又将自己家里的钱送给了他们。锦卫门大惊，哪有白白送钱给别人的家伙？这一定是什么陷阱吧？老康问道：“你们喜欢玉田吗？”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：“当然了，玉田可是我们的恩人。”老康微微一笑：“那就用这些去买些像样的衣服，去学习知识礼仪，提升自己，才是给玉田争光。像你们这些流氓地痞做玉田的家臣，太给他丢人了。那个家伙可是要成为和之国将军的人物，他的家臣必须是和之国第一武士。”老康一番话惊醒了锦卫门等人。简陋村，阿修罗童子带着手下们四处寻找霍尔德姆。这个肚子上长着虱子的怪胎烧了阿修罗童子的头山之后就溜了，气得阿修罗童子四处追杀他。以霍尔德姆的战斗力，被阿修罗童子抓到，估计瞬间就被切成鱼香肉丝。阿修罗童子在街上四处奔走，寻找霍尔德姆。看到直播的影像后一愣，随即大惊失色。他与锦卫门、看侍郎、雷藏、犬兰以及在监狱中的河童和松一起，一边哭一边大声呼喊：“康家阁下！”和之国陵后，鲁班7号阿护挣脱了索隆和小紫，哭笑着向刑场奔去。这个地方其实有点扯淡了，索隆再怎么瘸，在后面居然追不上一个小女孩，更何况后面还有布鲁克和小紫一起追，也没有追上阿护。这小妮子怕不是开了加速跑了。老康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阿护终于赶到了处刑现场，他笑着流泪，扯着嗓子叫爸爸。老康慢慢睁开沉重的眼皮，看了自己女儿最后一眼，接着他脑袋一沉，就再也没有力气睁开眼睛了。阿护扒在刑场的栅栏外面，看着自己的父亲从折刑台上重重地摔下来，自己脸上却依然带着笑，眼睛里的泪水止不住地流。周围的人与阿护一样，一边飙泪一边发出哈哈哈的大笑声，好像看到了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。索隆都震惊了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你们是疯了吗？笑什么？到底有什么好笑的？小紫看到这一幕，捂住嘴巴痛苦流泪，因为他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关于人造恶魔果实 Smile 的真相。小紫拦住盛怒的索隆，哭着说道：“他们其实是在哭啊！活在惠比寿村的人们，无论多么痛苦，多么悲伤，也表现不出来。除了笑，他们其他的表情都被剥夺了。这都是凯多和大蛇带来的名叫 Smile 果实的祸根。”我是剑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